containers 的火爆导致 AI agent， 也就是智能体的概念持续火爆。最近老大哥谷歌也坐不住了，推出了一款基于 Gemini 2.0 的数据分析智能体。这个智能体与其 Club Notebook 深度绑定在一起，用户只需要上传自己的数据集，然后简单输入一句话，智能体就可以自动的帮你进行数据预清洗、数据探索和数据分析，并且生成可视化的图表和输出关键洞察意见，显著的简化和自动化了数据分析的工作流程。今天这期视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一强大工具的潜力和应用场景。我们通过这个网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谷歌的代码实验室。目前代码实验室下面有3个项目啊，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第一个，叫做数据科学 agent， 就是这个数据科学智能体。我们把这个网页用这个沉浸式翻译插件给它翻译一下啊。数据科学助手是什么呢？这个可以构建一个由 AI 生成的 Club 笔记本的实验。该笔记本可以处理数据清理、数据探索、绘制图表，也就是数据可视化，然后基于这个数据进行问答和预测建模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这个 Club 笔记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到这个网页啊，这里就是介绍了这个 Club 是什么东西。那么借助这个 Library 啊，可以在浏览器里面运行和编写 Python 代码，跟我们本地的电脑没有任何关系，无需任何配置。免费享用这个谷歌的这个云上的 GPU， 对于我们这个学生、数据科学家或者是研究 AI 的都能够轻松的帮忙完成工作。主要是2个方面的应用，一个是数据科学，一个是机器学习。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焦点是在这个数据科学方面。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Club 的这个 Notebook 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阅读的这个并不是一个静态网页，而是一个允许我们自己来编写和执行代码的这个交互式环境。也被称为这个 Club 笔记本，它是一个支持 Python 运行的这么一个交互环境。比如下面这里有一个Python 代码，就是计算24乘以60乘以6万的得数的一个简单的运行程序。我们点一下这个播放键，它就能够计算出这个结果。我们把它修改一下，改成600，再来点这个运行，它这个得数就变了啊。这就是一个在网页端运行这个代码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这个 Club 笔记本的一个功能。另外呢，在数据科学方面啊，借助这个 Club 可以充分利用 Python 这个里面的强大的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些库来分析和可视化数据。那么这个下面的代码就是用这个代码库来生成的一个随机数据，并使用这个代码库来可视化这些数据的一个操作代码。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运行一下，它就生成下面的这个可视化图表的这么一个展示。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Club 笔记本的一个功能。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谷歌的代码实验室的数据科学智能体这个页面，我们点击进去，我们把中文取消掉。这就是在它的这个实验室的一个界面。首先这里提供了一个字数的一个介绍，我们把它切换成中文吧。这个数据科学助手就是构建一个 AI 生成的 Club 笔记本的实验。该笔记本可以处理数据清理、数据探索、这个数据的可视化，以及基于这些数据的问答和预测建模的功能。就是我们数据科学里面说到的这个数据预清洗、数据探索以及数据可视化和基于数据的一个建模。目前这个功能还只是一项实验，它是由人工智能生成这个谷歌 Club 笔记本的形式，然后帮助我们自动化的去完成各种数据分析任务，从而能够简化我们对数据的一个处理流程。这里有一些FAQ 啊，就是为什么要建造它？我们希望简化并自动化一些常见的数据科学任务，比如预测建模、数据预处理和可视化，从而让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师能够把精力放在更复杂的这个工作和战略性思考上。就是这些操作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尽可能的简化、尽可能的自动化，这是它创造的一个初衷。第二个就是它的工作原理啊，首先我们要向这个 agent 输入一些提示词，告诉他我们希望从这个数据中学习的内容的描述啊，这个提示词输入给这个 agent， 然后这个 agent 就会为我们创建一个包含所需代码和说明的笔记本，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运行这个 Club 笔记本得到我们想要的可视化的数据和洞察。好，这里的许多详细的这个 FAQ 我们就不介绍了，我们就马上来体验一下这个数据分析的自动化的一个过程。我们点击这个 Playground， 那么这里就是说明了我们只需要把数据集上传或者拖拽到这里来。我们这里有一个提示，就是说只能最多上传5个文件啊，而且每个文件不能超过100兆。
然后在这个下面的说明框里输入我们想要这个代理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要给它输入一些提示词，然后点这个运行就行了。好，我们现在去找一个这个数据集。好，我们来到 Ask Many AI 来找一个数据集。我刚选择了 Gemini 2.0和这个 DeepSeek 满血版来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它这里提到了这个 KJ， 这是一个包含各种类型大小的数据集网站。我们点开它看看，这里有很多的数据集，我们选择一个进行下载，就选这个吧。这是一个全球食物浪费的信息的数据集，关于全球食物浪费的一个数据集，我们把它给下载下来，点击下载。好，我们把它解压到桌面。好，回到这个数据科学助手，我们把这个数据集拖拽进来，这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数据集，把它导入。好，导入之后，我们就这边输入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你希望从这个数据集里面学习到什么可以简单的进行一个提示，比如说向我展示一下你的洞察，我就跟他说，向我展示一下你对这份数据集的洞察。因为这是一个英文的这个软件，所以我们最好把这个中文翻译成英文，我们就运用我们这个沉浸式翻译插件的一个功能，在输入框里面，好，它就翻译成了这个英文，我们把它输入给这个数据科学 Agent。然后它就在进行一个自动的处理，它这边把这个事项列了一个分析计划。我们看看这个它的这个中文，这个数据科学智能体呢，它把这个任务拆解成了这么多步，一个是数据的加载，一个是数据的探索，然后是数据的分析，然后就是数据的可视化，最后是完成工作，分了这么多步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 Create Collab 创建 Collab 环境，它就在这个运行了。它表示正在加载我的笔记本，就是这个运行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么一个任务的笔记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它现在已经在自动写代码了，它现在已经在加载数据了。第一步 Data Loading 在加载数据，数据加载已经完成了，现在进行这个数据探索的阶段。它这个数据分析的过程是全自动的，按照自己规划的这个既定的步骤逐步的运行。目前进行的就是这个数据探索的这一步，现在数据探索结束，进行到了数据分析的这一步这个过程是全自动的，并且是一连串的这个 Python 代码的，因为它里面内置了强大的这个 Python 的数据分析、数据科学方面的库，所以它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好，这个数据分析步骤结束，现在是进行数据可视化的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数据可视化的图表，这就是它全自动的生成的一些数据可视化的图表，包括闪点图、这个折线图，还有这个柱状图，它也结束了这个可视化的这一步。然后给我们输出了一些这个 summary， 就是对这份数据集的一个总结，非常详尽的一个1、2、3，就是第一个是 QA 关于这个数据集的一些问题，第二个是数据分析的关键发现，第三个是这个洞察和下一步的措施。我们给它翻译成中文，现在这个是它的一个摘要，一个洞察的摘要。我们刚刚下载的是这个关于全球食物浪费的一个数据集的这个数据报告，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智能体谷歌的这个数据分析智能体进行了一个自动化的数据分析，然后它现在给我们总结出了这个3大点，第一个是问题与解答，第二个是数据分析的主要发现，第三个是洞察或者是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哪些国家食物浪费最多或最少，在这个里面它进行了一个分析，还有哪类食品浪费最多或者是最少，这个是它发现了一个相关的问题与解答。第二个是数据分析的主要发现，它主要发现了这么几点。第一个是食物浪费与经济损失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97%，这表明食物浪费对经济造成了显著的财务损失。第四个就是人口与食物浪费总量之间存在较弱的相关性，这个相关性只有0.02，也就是说人口规模可能并不是导致食物浪费水平的一个主要因素。最后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浪费呈现出波动的趋势。分析发现，多年以来，这个食物浪费总量并没有显示出持续的这个增长或减少的规律，这是他对这个数据集进行分析之后的一个主要发现。然后他第三步还给出了一些洞察或者是下一步的行动。针对这个数据集的这个分析，它还是很迅速的，而且这个过程是一目了然的。数据加载、数据探索到数据分析，再到数据的这个可视化的呈现，这个过程比人来做这个事情要迅速的多。那么针对这个 Collab， 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成果，我们既可以选择下载这个笔记分享给别人，也可以直接在这个 Google Collab 里面直接打开。打开之后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文件，关于全球食物浪费的这个数据集的一个分析的文件，是以这个 IPIMB 的格式存在的那么这个文件你可以发给别人也可以自己保存共享。它这边的这些数据
这个数据加载的过程，以及数据探索的过程，还有这个数据分析的过程都呈现在这里，包括这个数据可视化的过程啊，还有这个最后的总结也都在这里。我们再来这里看看它的数据可视化，就是比如说这里，这是第一个柱状图，这是这个代码运行后的结果，就是下面这个柱状图，然后这个对应的是这段代码对应的是这面下面的这个可视化的这个分析结果。这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保存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你让它来帮你做这个数据分析的一个成果。成果是包括前面的这个数据分析的计划、数据集的加载，以及数据探索、数据的分析、数据的可视化，以及最终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分析的摘要 summary 给你的洞察意见都在这里了，所以这个还是很迅速的。